在北京哈，30多岁的那种高资产的创一代，像这样的男人，他的择偶要求到底有多高呢？你们这些女孩啊，根本就不知道。最近有个93年的女孩参加了我们的一个单身聚会哈，认识了一位86年事业有成、资产很高的男士。两个人在后来的一次见面中聊到了一些需求的问题。这个女生呢，觉得自己学历很高啊，有聪明的头脑，配得上这位男士。可是经过这一番见面谈话之后呢，这个男士啊再也没有联系过她。后来呢，这位男士就跟我谈起了这件事情。他说现在有很多这类女性哈，向上社交的心态呢，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破圈。说实话啊，我们这个圈子里的男人呢，身边其实也不缺乏年轻漂亮的女人，那为什么我们还会去相亲市场看看呢？那是因为我们希望在颜值的基础之上呢，能遇到一个人品好、有内在修养和一个好的性格，包括教养，双商都在线的。最好呢，家世背景呢也不要太差的姑娘，不想找那种相差太大的。像这位女士这一类的哈，颜值其实很平平，年龄呢也太大了一点。她呢只有唯一的一个长板，就是读书读到了博士，但是呢就这一点还不足以让我动心吧。另外呢，她完全不知道我们这些人要什么。我问她自己有什么优势，她说到一方面呢，自己是学历很好啊，以后可以教育好孩子。另外一个优势呢，就是可以帮助我的事业。其实关于教育孩子哈，我还真的不一定需要他来啊。现在的国际学校师资已经很好了。另外就是目前我的事业呢已经成功了，似乎我也不需要他怎么来帮助我吧。最后吧，就是说的难听一点，他还是有那种穷人的思维，他并不了解我和我周围这个圈子里的人，我们天天都在聊什么，都在做什么。其实你作为老婆呢，确实也不需要参与进来，但是呢，差距确实太大了。首先他这个年纪啊，我就根本不想考虑的，我至少要3个孩子的，他的年纪根本不行，有碍于优生优育。最关键的点还是我们那天谈话2个小时的时间非常的浪费，我没有听到一句关于对于未来婚姻如何经营的，只听到了他要如何经营他自己，怎么挣钱哈，怎么变得优秀。那这些真的不是我想，那这些呢真的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所以只能对他说很抱歉了。你们看看哈，创一代的要求啊，真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简单。富二代和创一代哈，谁会养你呢？年轻漂亮的姑娘们呢，对于找对象哈，她的这个终极目标呀，往往都是能过上富人的生活，实现这个人生的目标也好，实现阶级的跨越也好，他们不管哈是不是有一个好的学历，是不是呢自己有一个好的家境，只要他身在其中，他的内心就有这样的期待，希望富二代也好，或者是创一代也好呢，都能对自己大方一点。所谓大方，就是对他花钱大方嘛，对吧？那有的女生呢就有些纠结了哈，不知道到底是创一代好呢，还是富二代好呢？那我今天就给你们分析分析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创一代，他们这些人啊是靠自己打拼赚到的钱，所以以他的阅历哈，非常清楚你的想法，所以创一代呢相对来说他会现实一些，他要算计他的成本啊，他们绝对是比较抠门的那种，他们是绝对比较抠门的，他们就算大方也不可能达到你们想象的那个程度的，因为他是最懂得投资的人，要不然他把事业能做到这么大吗？有很多的女生哈就喜欢创一代，其实呢他们是喜欢创一代对财富的支配权，而富二代就不一样了。富一代呢他是会养你的，因为他有完全支配，因为他有支配权呀，对吧？但是他却不会很高质量的养你的。那富二代的话呢，几乎是不会养你的。首先他是没有财富支配权的，富二代的钱基本上都是父母给他的呀。那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富二代哈，这些男生他们经常说到的就是他们只找2类女生，第一类呢就是跟他们门当户对的女孩，第二类呢就是这个个人能力和价值都非常非常高的，会懂得自己赚钱，也懂得提供情绪价值的，并且呢是外表要极其出众的那一类。他们的父母给他们的钱是他们头顶上的光环，而你们看着这个光环就前仆后继的往上扑。所以说哈，你想要真正的匹配富人，
还是得要拔高自己的认知和经营好你自己，不然啊，你只会被短择的。总体来说，人都是离不了本性的，对吧？没有人是希望你是图他的钱而来的，所以现在你们应该知道怎么选了吧？在北京哈，未来10年以上啊，相亲会成为年轻人啊谈婚论嫁的主流形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自由恋爱它确实确定性不太大啊，已经逐渐的被现在的年轻一代人啊抛弃了。因为自由恋爱它的弊端很多。第一啊，你对对方的人品不了解啊，一不小心你就遇到渣男渣女了，各种妈宝巨婴。这个社会哈，快餐式的关系已经泛滥成灾了。有的人呢，你就是人家的备胎，你陪跑的。有的人呢，你就是对方的提款机，他除了跟你要钱之外，没有别的需求。遇到这样的哈，只要你跟人家一谈结婚啊，立马人就消失了。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嘛，不要做改变哈，只去做筛选。时间成本太高了，特别是对于年轻的女性，黄金择偶时期就那么几年的时间，错过了就很难找了。而相亲恰好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嘛，帮助他们远离那些不合适的人啊，不浪费自己的时间。第二呢，现在的年轻人啊，活得真的很通透，他们觉得2个人合不合适，跟在哪认识的，通过什么途径认识的，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啊。就算是自由恋爱，轰轰烈烈的，到最后呢，还不是有很多人觉得不合适，也离婚了吗？所以啊，如果不合适啊，那怎么也结不了婚啊，也长久不了的。而相亲呢，确实可以通过中间人了解到很多对方的信息嘛，提前做出一些判断，对吧？精准的去筛选嘛。第三呢，就是没有人会发现现在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人哈，他是不缺乏恋爱对象的，但是他却没有结婚的对象，谈了很多年的恋爱，一说到谈婚论嫁就黄了，不是彩礼太高了，就是资产太少了。有的人啊，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要跟你结婚，利用感情谈条件的比比皆是，都谈那么多年了，临到结婚了说要个态度，感情再好也会因为物质金钱不到位就告吹了，这样的人很多呀。所以大家现在都清醒了啊，还不如一开始大家就把话说清楚啊，开出要什么条件啊。现在你看95后啊00后，他们已经看到太多的哥哥姐姐哈，那些没有结果的自由恋爱嘛，所以他们啊宁愿选择哈相亲这种方式来找另一半。他们真的是人间很清醒的一群人，我说难怪哈，怎么今年来参加我们相亲活动的人是去年的好几倍？原来是因为00后都进入了这个相亲队伍了，原来是因为00后正式进入了相亲队伍，大家说是不是个好事呢？最近有个33岁的姑娘哈，她来找我找对象嘛，那气场真是太强了，说自己的基本情况的时候，简直就是滔滔不绝哈，说自己是博士学历，在金融行业干了几年哈，已经挣到了好几百万。那后来呢，她又开始直播带货哈，又财源滚滚。她这个人吧，财运确实挺旺的。总之呢，30多分钟的时间一直在强调自己如何挣的钱哈，有多能干，有多有本事。那我呢，确实也附和了他几句哈，给人家点了好几个赞嘛。但是开始说到他的择偶要求的时候呀，我一听啊，又是来许愿的了。我真的都想哈，以后在我这儿设个神龛啊，等他们要许愿的时候呢，先拜一拜。这姑娘说哈，她的要求不算高啊，就希望对方呢别挣的没她多。她现在1年200来万，这是她的底线了。男士在其他的方面都还好说，他顶多再看一看眼缘，也不用多帅哈，看着顺眼的就好。其次呢，情商高一点，婚后呢能把财务交给他管理。男人管理财务他觉得不放心嘛，而且自己现在年龄有点大了，生孩子呢可能也比较困难，就希望对方能够接受代孕，年龄相差大概5岁上下就行。那我听完之后，我就想让他赶紧走哈，可是没有忍住哈，我又劝他了，我说那你觉得自己的颜值咋样啊？他说我的颜值吧一般吧。我说哈，就冲这一项啊，可能那些年入200万的男人就不会考虑你了，更何况你的年龄都30多岁了，他就比你大几岁啊，他完全可以找个25、6岁的小姑娘好不好？他找你的话，那图你啥呢？他挣的也不比你少啊。再说了，你的钱会拿给他用吗？你的房子会拿给他住吗？不会吧？你还是希望能用他的钱，对吧？能住他的房子，你的就还是你的，他的呢也是你的。所以人家图不到你的钱，那他还图你年纪大吗？还图你的颜值差吗？
这个不现实啊。所以他听完了以后啊，非常不高兴啊，说你是不是没有这种资源啊？他非要看看资料哈。那人家还真的是眼光特别的好啊，就挑了10几个颜值能力都很好的男士。这个时候我真的是哈，我就让他仔细看一看人家的择偶要求。这一回他真的傻眼了啊！这些30多岁的男士啊，年薪100万啊，要求都是找27岁以下的，甚至呢是00后啊。我还给他看了一些我们97后的一些姑娘的资料，00后的占了一半。这些优质的男生在相亲市场，人家都是在被抢的，不是在等你来挑他们的。醒醒吧，行吗？在北京这么内卷的相亲环境之下哈，还有多少的女生还在做梦呢？前阵子呢，我这儿来了个很优秀的33岁的男生找对象嘛。刚开始呢，他理想的年龄是小5岁以内的姑娘最合适啊。于是呢，就见了一位30岁的女孩。可是呢，这个姑娘就特别慢热哈，一直呢对这个男生就有点爱答不理的。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00后嘛，就主动加了这个男生的微信。哎，他们聊得还比较火热哈。但是呢，就有个问题嘛，小姑娘说啊，至少也要谈2年以上的恋爱啊，才考虑结婚这个事儿。可是这个男生家里边催得很急啊，他可等不起啊。所以呢，他就主动放弃了这个00后。就在这时候啊，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最近呢就参加了我们的一个线下活动嘛，结果呢认识了一个离异的女性，就比他小2岁。这个女士的话呢，可就没有小姑娘那么多顾忌了哈，特别的大方主动，而且是北京本地的，家里条件还很好，什么都不缺，人家长得还漂亮。那些小姑娘不懂的，人家都懂啊；小姑娘不会的呢，人家也都会。上的厅堂，下的厨房，既有风韵又有味儿，既懂风情又有韵味儿，识大体，懂进退，收放自如，完美妻子的一番表现，哪个男生不上头啊？这个男生就一下子沦陷了。后来我就问那个30岁的姑娘，到底你咋想的？结果她的回答是：那相亲认识的不得让他追一追才行吗？我真的是服了啊！你既没有00后的青春洋溢无所顾忌，你也没有年轻少妇的温言软语啊征服男人的本领，你又高冷又慢热，还想等着北京的优质男生来追你呢？你觉得可能吗？你拿什么跟这些女人去卷呢？现在男人来相亲找对象哈，为什么他们也这么现实了呢？确实哈，现在呢在北京特别明显，在我们的很多相亲局上啊，男生列出来的条件真的不比女生少。因为从男生的角度来讲呢，他们原本希望遇到的是一段双向奔赴的爱情，可是呢现实却让他们逐渐的发现哈，女生们要的似乎不仅仅是爱情啊。那这些男生呢，他们可能从20岁到30岁啊，已经受够了现实的毒打，那被前任各种的坑被女友各种的骗，那比比皆是嘛。当他们构筑的美妙爱情在现实面前一文不值的时候啊，他们终于清醒了。所以当他们走到了相亲这一步的时候啊，可能就不再是来寻找爱情的了，他们只不过呢想找一个合适的人结婚而已，完成婚姻大事。所以很少听到一个来相亲的男生会下血本去追一个女生的，因为他们很清楚给女人花钱没用的，自己有钱才有用。去为一个陌生女人花钱真的是脑子进水了。钱给女人看看就好了呀，即便是我们那些高资产的男会员都不会在相亲对象身上轻易的去撒钱的。所以呢，现在的男生他们真的是非常清醒的。而从女生的角度来讲谈恋爱结婚就是应该男生多付出要给他优越的物质享受才是爱他。女生的思想呢，其实还停留在过去呢。现在真的不一样了，谁来相亲都是来找真诚的，谁都不想当大冤种了。没有人给你花钱是应该的，也没有人对你好是应该的。女人想要幸福的生活，也一样要懂得付出，一样要放弃在恋爱当中当个公主的幻想，是不是这样子？35岁的女人来相亲她说感觉我们给她推荐的男人条件都不太行。我就凭她这一句话，我闭着眼睛我都知道你怎么会单到这个岁数的。说男人的条件不行你得先看看自己的岁数行不行，好吗？我真的说那20多岁的年轻姑娘人家挑挑拣拣，
那是人家有那个资格挑，即便是小姑娘她没房没车，条件一般，人家也有大把的男生可以选择。可是你都到这个岁数了，你真的不会觉得，哎，你自己都单着呢，那些跟你年龄相匹配的男人也全单着的吧？啊，你这就是天真了嘛。本来你的选择面就已经很小了，你还得找那个条件很好的男的。你就说那些你看得上的男人有一个看上你的吗？你自己心里真的一点数都没有吗？啊，你都这么被拒绝了，你还在这儿嘚瑟呢？自己要想一想，咱复盘啊，这几年还有条件很好的男人在追求你吗？要是有，你就不会来我这儿找了，对不对？啊，那些跟你相亲之后还假装装怂的男的，那人家是在给你留面子。要知道啊，你这么来说的话，啊，他没上去直接怼你就不错了。听你说这个话呀，啊，好像是这些男人都得排着大队啊，让上赶着让你去挑，结果你还大手一挥，都不入你的眼。哦，我这全都不满意啊！你认为自己条件不错，那敢问是啥条件不错呀？难道是你的年龄条件不错吗？你自己出去问问啊，一个35岁的男生，他要是找个26、7的姑娘，他还得付出的多一些呢。你的条件这么好，你这还没找到呢啊！你条件好，男的条件不行，你就看不上。那我咋没见你问问那些你都没看上的男人，为啥也没看上你呀？你想过这个问题吗？啊，大龄的女人真的啊，咱别再自己糊弄自己玩了，行吗？别问我今天怎么这么说话啊，我不是打压谁鄙视谁，我真的是拿事实说话，你能理解吗？过了35岁的女人呢，如果你是个不婚主义者啊，那你可以直接划走了，不要看我这个视频。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想要成家的，想找个男人结婚的女人，要听我劝一句啊，不要在相亲的时候跟男生啊去炫耀这几样东西，否则你真的可能会一辈子嫁不出去的。第一点，去跟男生说你的学历有多高，你的学历再高啊，那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可是对于男人来讲，他宁愿找一个没上过大学的20多岁的小女孩啊，他都不会去选择一个35岁的博士学历的女人。你说你在这儿炫耀你的学历有什么用呢？第二点就是你跟男人去说你的家境有多好。一个男人啊，他的骨子里啊，天生的就是有一种保护欲的。你太强大了，对于他来说带来的只有压力。他宁愿选一个家庭背景一般的、长得漂亮的姑娘，他也不想找一个家庭条件非常好但是长得丑的女人。一般来讲啊，一个男人很少有愿意找个强大家庭的女生，然后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的。第三点就是跟男生啊说你的收入有多高。你的收入再高，那也只能证明你是个优秀的员工嘛，对吧？你的收入再高，也证明了你内在有多强势啊。所以啊，男人他宁愿选一个年轻一些的、收入一般的，但是呢性格比较好的、情绪价值比较高的女生，也不愿意找一个御姐，天天呀得卑躬屈膝的、小心翼翼的伺候着。所以我发现有好多的女人来到相亲市场啊，真的你站错了队的。你炫耀的这几点，男生根本看不上。人家男生来相亲啊，第一看年龄，第二呢看长相，第三是看女孩子能不能提供情绪价值。而几乎所有的女生来相亲市场，首先炫耀的就是自己的学历，然后又炫耀自己的收入，然后还会炫耀自己的家庭条件有多好。而你炫耀的这几点，真的啊是男生不太在意的东西啊。所以女生你来到相亲市场，你不停的炫耀你的这些东西，真的是没有用的。你要再这么炫耀下去啊，你一辈子都嫁不出去。你们说我说对吗？为什么说现在在北京剩女的数量啊这么庞大？北京的剩女啊现在已经突破了80万了啊，奔100万去了。其实啊，现在的剩女问题在北上广深一线大城市呢都算通病了。你现在去任何一个写字楼里看看，你都会发现女生的数量基本上比男生多好几倍。因为那些在北京买不起房的男生在北京待几年之后啊，他觉得没啥起色嘛，然后呢他就会回老家去发展了。家庭条件好的男生呢，最后也基本要回家继承家业的，他们就走了。而那些女生嘛，她们不存在买房这个压力，甚至女生可以通过婚姻留在一线城市生活。所以呢，一波波的男生走啊，一波波的女生来啊，就形成了现在这个比例失衡的状态。其实呢 90% 的外地人呢都想找个北京本地人，而北京本地人呢只想找北京本地人，并且呢大部分的优秀男生早就在20出头的时候被那些年轻的女生抢光了，在校园里啊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第三呢，女生又很慕强，留在北京的女生都想找个条件好点的，再不济也要找个有上进心的，说白了就是要有经济基础或者能创造出好的经济基础的男人。
很多女生的征婚标准都是要求有点过高了啊，希望男生有车有房，还要长得帅有眼缘，情商还得高，还只能接受未婚的。如果一个男生有车有房，然后学历又高，并且还懂得如何去和女生相处，在北京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 90% 都是二婚的，或者是巨挑无比的大龄优质剩男。所以呢，就出现了剩女远远大于剩男这一个现象一点也不奇怪。甚至很多的女生思想还停留在等着男生来追自己的认知里这个阶段。但是真正优质的男生全靠自己去争取，自己去抢。很多优质的男生25、26岁就名花有主了，都轮不到来相亲。你们说是不是这样的？